11月末水逆到来，12月7日火星逆行，对巨蟹来说呢，12月需要注意财务和身体健康，防破财，防生病。受水逆的影响呢，巨蟹从11月末10天起工作生活就容易进入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时期，比如说需要长期作战去熬着有堆积如山的任务，或者是家务家事等等。无论如何呢，巨蟹12月想胖都不是太容易因为太累太辛苦了，可能需要照顾自己的健康，或者是照料别人的一些健康情绪等等。那财务方面呢，刚说了财消耗是比较大的，但同时12月7日金星换座之后，巨蟹的偏财运是走旺的，所以也有一种情况是，虽然巨蟹有财的一个消耗，但是从别人那边从别的地方捞到的财却是更大的，相当于投小饵钓大鱼，这就不是破财了，而是一种投某资的行为。比如说举个例子有的巨蟹可能会买了保某险，这种看似你好像花出去，但是它其实是有回报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巨蟹会拿着别人给的财去花，那巨蟹呢就看自己是对应这几种当中的哪一种。总之你们的物欲财欲在12月会显得比较强烈。12月巨蟹在投某资方面的运气确实是不错的除了在刚刚讲的金融理财经济方面以外呢，有的巨蟹也会投某资在自己的健康方面，这也是一种体现。比如说做了一个术，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这也是很好的。但是呢，美容调整是不建议的虽然巨蟹有的应该会很想要去弄，但是呢，火星和水星的逆行的位置是不太利于你们这个时候调整自己的外形的，所以安兵不动会更好。减重呢也尽量按照常规的，比如说健身餐或者是7吃分饱等等去执行，效果会更好，更有利于巨蟹的健康。工作读书方面，12月有一点按部就班，需要老老实实日复一日的把每日该完成的任务完成，既不需要再额外要求自己那样会把自己逼疯的悠着一点巨蟹，但也不要给自己减量，因为基本你定下来的或者是被分派到的工作呢，也是巨蟹这个时候能够胜任完成的。它有一定的挑战，但是巨蟹你可以，而且呢做得好，这也会是你的一个业务能力专业水平职业素养的一种体现能够帮你赢得一些暗中的好口碑，或者是他人的一种青睐。等到12月末的10天到1月份水逆结束之后，可能就会有人说起巨蟹的一个敬业，或者说给到你们一些认可。所以呢，12月巨蟹的辛苦努力都不白费，因为金星的位置足够好，你们就不容易吃亏当下就算没有好处的一个体现，后面也会有。同样，如果这个时候不努力，那后面也会显现出来。另外，水逆也容易把巨蟹过去的工作同事给逆回来，所以呢，找工作没有头绪的话，可以试试以前做过的工作，或者是让前同事去介绍介绍当然，水逆期间需要注意的沟通交流这种口舌，还有物流运输交通外出物品损坏遗失走丢迷路合同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巨蟹也自然是需要当心的。职场呢，跟人沟通不要太较真，遇到较真的人呢，也别跟着上头。爱情和人际也是同样如此也要避免上头。巨蟹12月容易跟人搞个暧个昧交流个眼神有意无意的这种肢体接触等等，对方或者是自己主动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巨蟹刚好有正在接触的对象，那么适当的增加一些肢体的接触，能够增加两个人确立关系的一个几率那有伴侣的巨蟹当然是要挡一挡桃花了。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关系当中占有欲是比较重的，容易控制，感觉到不安全不对等不过是可以通过床头找床尾和的一种方式去调节关系。在12月下旬的整体沟通各方面会随着水逆的结束逐渐好转。那要祝所有的巨蟹12月释放压力，安然无恙，平凡亦是一种浪漫，好运啦！我是艾达范老师，用心理心学引导我们更好的生活。金牛12月呢是延续上个月下旬起的状态，或者是一些事情会在12月持续这个在上个月的月运我也讲过。那这就代表呢，基本12月你们不会太开始什么新的计划，也开始不了，因为现在手头之前的各种事情已经够你们忙活的了。有的金牛呢也会进入到有一点点冬眠的状态，就是感觉自己效率速度开始放缓，像进入到这种待机的状态，也可能是很想睡觉，觉得很容易犯困，或者是很容易被周围人击到，就希望所有人都不要打扰自己，这就是行运的影响。那进入12月呢，我总结一下金牛的月度重点就是维持和清扫，你们基本在这个月就是要救急、灭火、收尾、扛责、还债这个不一定指真的财而是说你欠下的所有的东西，12月它都有一种找回来要你去偿还的感觉。或者呢，金牛会处在一种调理、调整自己的内在身心整体的状态的一种步调当中，之前消耗的一些身体和精神呢，这个时候也是要还的。因此金牛12月如果你想要去偿还或者是赶工的话这个月对你们来说是一个补救机会。那12月金牛除了跟一类体系会有所接触以外，跟这种金融财务体系也比较有机会去接触到。工作、读书、生活、感情当中呢，金牛的状态比较两极你会发现要么你就全当看不见听不见就不管，让自己麻木不仁，那你可能还相对来说比较 OK。但是如果你一旦开始管，一旦开始去理会去做事情，你就会整个12月停不下来，你又发现太多东西要顾了，就这也要弄那也要弄，也很容易有这种情绪发脾气的一个情况，因为会感觉到不公平不对等，别人不理解自己。这个情况其实从11月的末10天差不多就开始了特别要注意和家人团队以及原
原来就打过交道的这种客户、合作方等等人的一个互动，可能会有冲突。受到水逆的影响呢，金牛也要非常当心这种是非啊，可能会存在某种勾心斗角啦、算计啦。对于财务、合同、各种记录等等这种进出啊，要多留一个心眼会更好。本月呢，金牛特别容易跟这种老旧故以及土地建筑搭上边，比如说需要去面对搁置许久未处理的一些老问题啊，还有这种老乡、老同学、老熟人、老客户、老情人的一些互动联络还有家里的这种父母老人，可能这个时候需要自己的照顾关怀，以及房屋有关的故居啊、故乡啊等等。简单来说，这不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一个月份，而是回顾往昔的月份。这也意味着呢，金牛不适合在12月做工作生活当中跟未来相关的决策和计划，比如说换工作啊、辞职啊等等，这个都不是很建议。可以等到1月份，你会更清楚自己要什么，未来在哪里，想去哪里。12月受水逆和火逆的影响呢，金牛以明哲保身，易折服。有的金牛可能也会容易焦虑内耗啊，但是不用太着急，因为你们的运这个时候就是欲速则不达。那一切呢都会在12月末那一周，也就是水星恢复顺行1周之后，金牛的工作生活状态开始有新的变化。1月份呢会有更明显的一个改变。不少的金牛呢应该都会在年底那一周写新年计划，或者是做一些假期安排，计划旅个游、度个假什么的。行运看的也是很鼓励你们这样去做的。另外呢，12月也要注意隐私、秘密、过错被揪出来，或者是翻旧账的情况啊。感情和人际方面是金牛这个月需要注意的重点。前面提到的一些容易犯小人啊、口舌是非啊，这里要注意。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受到质疑，或者是你去质疑别人。那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呢，就是你这个时候要揽下责任，以付出更多、做得更好的方式去回击他们。就你对我不满意，那我就做得更好，这样呢就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或者说这样做公平正义才会回到金牛这里，也能够获得让伴侣啊、家人啊等等人的这种理解和回馈支持啊。只是说它需要一个过程，就是金牛12月你要先给出去，然后后面会有一个回流的过程，就回向到你这边。只不过呢，这个来回它有一定的一个周期，因此呢，金牛你需要有更多的耐心，需要有这种筹谋的态度，不管是在工作人际还是在伴侣家庭人际里面啊，都是需要去注意这个点。那桃花呢，12月容易在原本的关系里面打转，比如说刚提到的旧人、熟人，就算有新的桃花质量也不是很高啊。12月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事业、读书上面，其实对金牛更好。或者说你多去单位、多出门、少宅家，也能够提升金牛的运气。财运和美容减重来看呢，12月都略显不按牌理出牌啊，一有冲动、带有强烈情感的这种花销或者是进食，比如说为了家人、为了整个团队、为了店铺、房屋等等，你的荷包就大放血了。或者是你的一个减脂方式是3餐少1餐啊，这种它不会是一种很常规的那种餐减脂餐的这种控制体重的方式。金牛会主打一个就是你认为该花该吃的，12月一定不会亏待自己、亏待身边人，但是你会在别的地方节省或者是控制自己，也可能会有比较大笔的一个金额的这种进出。同时呢，受水逆影响，金牛12月会因为某种原因停下来去检视自己的身心健康或者是财务情况，比如说做检查、控制指标等等，是挺需要对自己更负责任一点的时间。管住自己和不管住自己，12月结果会相差挺大的，包括对于财务的管理，在这个时候对你们也有所考验。那就祝所有的金牛座12月沉着冷静，不厌其烦，厚积薄发，花逢时就发，好运啦！我是艾达范老师，用心理心学更好的引导自身生活，拜拜。